30岁究竟意味着什么？该长大了，该成功了，该结婚生小孩了。一边是社会以期待为名给我们设下的种种 deadline， 另一边呢是害怕平庸却又无力改变的现实拉扯。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分享，30岁前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好像30岁来临的那一刻，世界就会天翻地转。30岁来临的那一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今年呢已经39岁了，距离刚刚踏入30岁的那一刻，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如果时间回到10年前，我会对那个自己觉得自己懂得不少，可是在我看来又带着很多的青涩还有懵懂的自己说些什么呢？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聊一聊7条可以更好的征服20到30岁的建议。这些建议呢都是我这10年来跌跌撞撞自己给自己存下的人生资产。这些事情呢没有任何的学校还有老师会教我们，但是每一条我都会觉得说啊，如果我当时早一点知道就好了。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任何的一堂课教过我，其实你可以要求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改变。20岁的初期，脸皮很薄啊，不敢大胆的要，通常对方话术都会属于说，哎呀，这次我们真的没有预算啊，我们先接这个 case 吧，好不好？下次我预算高的时候再补你一点点。你很想要这个工作，你很想要这个机会，所以对方不论开什么条件，你就先答应了，因为你就觉得说我这样子开口，是不是就显得我好像很在意这些什么什么？就在意啊，不然呢，我现在多答应一点，未来人家会想着我的好。你会发现他下次有预算的时候啊，他找了预算更高的那个人，他还是没有找你。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这个世界非常的丰盛，你就开口去要。当你开口要的时候，对方那个看起来铁律如山的那一种规则都可以被改变。我们这次投资方踩死了这个预算一定是这样。当你开口要了，沟通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说，哦，怎么预算可以调整呢？那你一开始跟我再说个呀，要的人机会就会比较多，要的人就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就算你没要到，那又怎么样呢？无非就是对方拒绝你而已啊，你现在这个东西还是有啊，又没差，任何损失都没有，适用于一切行业、一切的生活场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上过很多课，受过很多教育，都在不断的教我们说要努力，要独立。纵观整一个世界的各行各业的大佬，单打独斗的肯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都是那些懂得借力共生的大佬们。借力，你想要往高处爬，你要先找一个梯子共生。整一个事情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利益，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好处。我以前常常遇到事情，我就会觉得说我就自己扛着就好了。甚至在我刚工作的那几年，遇到了有一些问题，其实已经超过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负担的范畴了。现在我已经快40岁了，脸皮跟年纪一样慢慢长起来了。回想起来，当时干嘛要这样子撑着呢？为什么不想着找别人帮一下忙呢？有些时候麻烦别人一下也是建立交情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不过我在这边讲到的麻烦别人，不是你把一个烂摊子丢给别人，而是当我们在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可以把你的疑惑或者你的疑问去找那些有经验或者有资源的人去请教。认识的人脉不同之后，我们发现各个产业的这些大佬，其实他们都非常愿意问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完全不害怕丢脸，甚至就是把橄榄枝抛给你。因为聪明的人就知道互相麻烦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社交方式。你请对方帮一个小忙，其实是给对方建立权威、建立认知的一个机会。社交的本质是交换，通常当你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说一个条件。很多时候对方提出的这个条件呢，你其实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如果觉得不舒服就不要去答应。我们整一个20+的这个阶段里面，我和陈老师2个人，我有印象以来我就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付出、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状态。所有的节假日，甚至是过年那种年初1、年初2，全世界的华人没有在上班的时候，连超市都不开门的时候，我们还在加班。我觉得努力绝对不是一件错的事情，我们也确实因为我们非常努力也获利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2个有付出了很多没有必要付出的一些心力成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工作机会非常的渴望，当这个渴望值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如果当对方懂一点厚黑学或者各种各样人性的拿捏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成为那个拿捏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弱化、矮化、钝化甚至物化自己，越来越唯唯诺诺。说到这个，我有一个 Z 世代的客户，我觉得他还蛮可爱的，我从他身上有学到一些事情。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工作需要沟通，然后我就点开他的头像，他的头像很有趣，他说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我正休假，所有信息不回，是不读不回的那一种哦。一个头像有这么多字，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说哦好好笑，然后我就非常知趣的这个事情，我就过年之后等他休假之后再来跟他联络。如果10年前的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放假的时候就快乐的去放假，工作的时候就像我之前一样工作，也没有半个人会怪我我不需要
要这么唯唯诺诺，很害怕说这一刻没有及时的回馈到对方，然后我的工作就会失去，其实就根本就不会。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啊，真的是你自己本身要做的是这个，真的够厉害，够专业，够对得起你自己的工作。除此之外，永远把你自己的感受置顶在你的所有的事情的第一位，永远爱自己，永远捍卫自己，并且永远去保持自己身上的那个锋芒。你真的很特别。整一个20多岁的阶段，我真的没有少度过那一些一个人待着，想着我就哭了的夜晚。尤其是在一些人际沟通上面，不论是跟朋友，还是或者跟工作，还是跟家人，就一些人际交流上的一些事情，我常常绕在这个其中出不来。现在我已经39岁了，我回过头去看那些事情，这些事情没有半件影响到现在的我，可是我在当下是真真实实的好痛苦，好伤心。当然物理上的隔绝是一个办法，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你物理上是做不到隔绝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选择的权利。我认为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从思维上切断这个让你真的很痛苦很内耗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啊，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情绪，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沟通全部都是在浪费精力。成长的过程中，你势必要去吃一些苦，势必要付出一些，势必要有一些消耗，但是这种内耗带来的消耗让你吃的苦完全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意义上的成长，所以在我看来就是白吃苦，没有意义。我最近1年不是在练瑜伽嘛，我觉得瑜伽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棒，他说在整个瑜伽的过程中，你一定要保持专注，专注的点在哪里，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我一直记得这句话，我觉得太棒了。陈老师就常常会鼓励我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好好的专注在你可以去做的事情上，你不需要去解释什么，不需要去证明什么。如果此刻正在看这集影片的你也正在经历这样子的心理挣扎的话，现在就停止分析，停止揣测别人说的这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怎么样我？这些全部都是消耗，去行动，去实现自己，去寻找自己心中的 inner peace。你真的不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你只要学着去更好的成为自己。说实话，我的行动力真的比大部分的人都强，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我的标准也是越来越高。以我现在的标准来看，29岁的你，我觉得你做的还不够，明明就可以做得更多。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的时候，就趁你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不要做那么多的分析，现在就站起来，现在就去做，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只有坚持下去了，才会知道坚持的意义。就像现在很多人想要去创业，哎呀不行，现在是一个经济下行的时代，经济上行下行这件事情是属于大环境的事情，就好像如果天下雨的时候，如果你有雨备，你身上有装备的话，你一定跑得比那些光脚的人要来的舒服，要来的快速。永远不要让大环境成为你平庸的借口。改变自己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做那一件你最害怕的事情。想让自己一直处在舒适圈里的一个方式，就是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舒适圈。真正的改变就是今天的自己去杀死昨天的自己。我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男生多去学一点金融，男生在数理方面的思维天生就比女生要更好。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会觉得说金融这事情跟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是成长在相对衣食无忧的状态，所以确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金融的力量的时候，是我当时在刚工作的时候去办那个薪资卡，当时在银行的柜台上有很多 DM 放在那边，我就随手拿起一张，上面是写的投资白银，我就随口问了一句那个银行的行员，我说那个是什么？他就大概跟我解释了一下，反正我也没听懂。然后他就说，那我要帮你先扣一笔吗？我说哦好，扣吧扣吧。然后他就给我扣了个1000块台币，然后他说你可以自己回去用网络银行去设定，每个月都可以定期定额的这样子扣。当然我回去之后呢，我也没有设定，因为我当时听到说啊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涨，有可能会跌，听到会跌我快吓死了。我觉得钱挣来，我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在银行里面，或者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那个才叫存钱。就是因为我的经济学常识的缺失，我不懂这件事情，不懂什么事情会造成亏损，什么样的事情会带来收益。因为我的无知，所以我害怕投资，害怕波动。后来呢，我那一份工作合约结束的时候，我要去解除我所有的银行卡啊什么的这些有的没的，我要去做销户的时候，里面提醒我说有一个投资没有解掉。我想说我什么时候有做过投资吗？我根本就没有做过投资。战战兢兢把那个账号打开，您的收益有600%，我当时震惊了。我想说什么东西有600%吗？这个1000变6000的。对，1000变6000啊，原来这就是投资啊！我是买到一个很低的点，因为我一直把那个钱放在里面，通过这个复利，我获得了600%的收益。
我们有做很多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属于物欲不是很多的人，除了爱买房子，看到漂亮的房子或者漂亮的区域，我就是会很想要再去看一下。虽然我的房产也没有买很多，没有到炒房的程度，纯粹是因为对物件的喜欢，购入然后自住，然后看到更好的，我们就会把它卖掉，然后我们再搬到其他的房子里面去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好遇上了房地产还不错的年代，在住到自己心仪的房子之外，也有一些收益，再加上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非常努力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多方面的去搭建了我们家庭的支点。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去经历所谓的中年危机，有的是工作升迁困难，有的是花费突然变大，只有意识的去理财、去投资，远离一些不必要的吃喝玩乐，才能在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行的经济周期里面，都可以获得自己内心的平静。所以我打算让儿子从3年级开始投资股票，越早越好。在工业革命以前，你爷爷用的那个耕田的方式，拿一把锄头或者买一只牛，跟你用的方式可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人用了蒸汽机，那个用牛在耕田的人就会显得特别的慢，他的效率就特别的低。以前会觉得说某一些技能可能是铁饭碗，一个单一技能可以撑一辈子，甚至它可以传承。而现在因为 AI 技术的发展，单一的技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撑起我们一生了。你会发现现在因为这样子单一技能有可能会失效，很多人在鼓吹说，你看吧，学习已经没有用了，不用再看书了，因为 AI 会让我们什么都知道。斗胆说一句啊，除非脑机接口开放，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要不然学习能力这件事情还是会大大的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即便在使用 AI 上，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差异还是蛮不一样的。而这一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选题，在 AI 世代下究竟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来武装自己才不容易被取代，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以期待一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大的差异是来自于认知的差异，而拉开认知差异的程度是来自于终身学习的程度。我自己是觉得离开学校之后学习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因为我可以自己去选择我到底想要学什么东西。30加的我比20加的我更爱看书。以前觉得我真的没有时间看书，我每天要伺候这些甲方，面对工作上这些行政上的事情，我已经觉得精疲力尽了，我根本不可能去看书的。跟朋友出去玩一玩，然后滑滑手机，这时间就过去啦。我现在基本上是可以保持至少15分钟的阅读，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希望我可以保持在30分钟左右。就是 Chris 在写功课的时候，反正我们全家也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干别的事情，我就坐在他对面，他写他的功课，然后我就看书做读书笔记。这些日积月累的文字，总有一天会内化成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学习没有不快乐，学得不好才不快乐。这一条我真的是想要放在第一条，运动太重要了。大部分人都知道嘛，投资是有复利的，把这个钱放在里面跟时间做朋友，然后你的钱就会越存越多。39岁的自己认真的是觉得说健身才是复利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那些20几岁就健身的朋友真的现在还跟当时一样。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跟陈老师运动完，陈老师就捏着他腰间为数不多的肥肉，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很难想象，我都隐控到这种程度了，我每天都在运动，我这边居然还有肉虽然不是很多，假如他从20几岁身体状况代谢状况最好的时候就保持这个运动，可能那一圈肉它不会长出来。因为39岁跟40岁的我们身上长的那个肉是真的甩不掉。我身边的重金请私教的那些朋友们，不管你是练什么重训啊，练什么皮拉提斯啊，练瑜伽，反正呢就身上有的肉就是很难掉。而且我个人认为我身边的朋友们就饮食还算蛮健康的，我和陈老师两个人也是，我们每天蔬菜量极大，淀粉量非常的少，就是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程度，而且我们很少吃精致淀粉加工食物。即便是这样，看我这个肉10年前的自己，29岁的自己，吃那些什么重油、重辣、重咸，还有熬夜。这时候工作结束，可能回到家已经12点、1点，然后就觉得说今天我都没有玩到，我还要再玩一下，然后打打电动啊，怎么已经3点了？3点了又饿了，再吃一点。发胖了我就再吃一吃那个大家推荐的一些减重的食品、减重的药品。我真的是觉得你疯了啦，不堪回首。不知道当时怎么会这样子糟蹋自己的身体，反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也不会怎样。那个时候欠的债全部都是现在在还。我现在虽然已经很努力的在运动，但我非常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在练瑜伽，我只要一天不练，一天稍微偷个懒，我再隔天我那个动作我就下不去，就整个筋就觉得说已经结在一起了，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像20几岁那么的轻盈。老化是这么快的吗？现在的运动之于我就已经不单纯是为了瘦身了，当然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也不是我不想瘦，我更多的呢是在投资我的肌肉，投资我的骨密度，投资我的多巴胺。人生最后的马拉松大概率的是在比谁比较健康。20多岁流的每一滴汗都是在为40岁之后的健康自由买保险。
嘿，29岁的自己，现在站在30岁路口的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但请你看看我，勇敢一点，你可以结婚，你可以生小孩，你可以努力抗衰老，但我希望你做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想要，而不是因为世俗给你 deadline 让你很焦虑才驱使你去做这些事情。虽然你整个20多岁都拥有着美好的模样，你也经历了你人生堪称最重要的时光，但事实上我身边每一个成功的女性朋友，包含我自己，没有一个想回到20几岁。步入30岁真的不可怕，变老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面自怨自艾，浪费时间，结果每一步回头看都是后悔。我之前看过一句非常非常美好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人在真正的注视着你，8岁的你和80岁的你，他们一个希望你勇敢的开始，一个希望你不留遗憾。今天这一集呢，我把整一个20几岁、30岁那个时候的一些想法去做了一些盘整，但是盘整完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哇，我想说的话真的好多。后面我还想要再陆陆续续和大家分享很多，包含像我实际受益的事情有哪一些。希望今天的影片帮你更好的征服迷茫的20几岁，找到人生的方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